Hello，大家好，今天是3月11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美股周一再次暴跌，这次可能不是技术性的调整，而是熊市真的来了。年线附近没有止跌，目前出现阿哲昨天直播中说的空头策略。纳斯达克下跌第一个目标位是16895，我们开始寻找做空点位和标的。我们看到今天的行情图板。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今天的行情目录。本期视频是纳斯达克指数市场观察151期，阿哲依旧会通过以下的3个部分来讲解本期视频行情观点。在第一部分，我们依旧会讲一下目前的大环境如何，市场当中为什么达到了空方的策略，那么我们的空方策略究竟是怎么去制定的呢？第二部分会讲一下当前日内空间的支撑和压力，目前多空之间是孰强孰弱。而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我们会讲到特斯拉、英伟达等标的的解析。那么其中呢，阿哲是新增了 SQQQ 的解析，我们剔除掉了微软。如果您是新同学，第一次来到阿哲频道收听阿哲的视频，因为阿哲视频平时呢会分享比较多的标的的一个分析，所以视频的时长会比较长。那如果您是第一次来收听，那么可以看到下方的播放轴上有一个三角的按钮，点击之后，您可以看到本期视频所有的行情目录以及对应的时间，可以首先观看您最想要优先得知的内容，希望对您呢能够有所帮助。而如果您是老同学，那么阿哲依旧建议您可以从头到尾完整的收听，更能了解到阿哲目前的观点和个股的一些解析。接下来我们先看到第一部分，为什么目前的纳斯达克指数或者说美股出现了空头机会，以及我们的空方策略是什么？这里呢有2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我们曾经讲过的170天均线怎么去测试市场是牛市还是熊市，以及牛熊的转换是怎么开始和怎么去跟踪的。我们看到这一个图板，这是在上期视频当中就给大家看过的一个分析。那么在其中，它的这根红色线就是170天的一个均线。我们可以看到，近些年来股价纳指一直在170天均线附近徘徊，它就好像一条牵牛线，市场的牛熊和它密切相关。当170天线大体往下行走时，那么它以熊市为主；而当170天线长时间往上运行，那么这种行情我们就称为牛市行情。而在牛市的回调当中，一般在170天线附近会产生支撑。所以在前期的这2次、3次的行情回落当中，我们会看到虽然下跌很汹涌，但后续回过头，它们都属于牛市的低点。那么这一次它会不会成为牛市低点？那么这个位置会不会也跟前面的圈圈一样是一个低点？那么在上期视频以及近期的直播当中，我们给到了一些观察的方向。那么第一个方向就是你要观测一下，在市场收盘价破了170天均线之后，我们要有2天的观察窗口，观察的周期。如果破位的第2天它的高点后续能够被大阳线突破而不继续下跌，可以确认它大概率为牛市底部。如果破位的第2天它的低点还继续的能被跌破或跳空或大阴破位有效，那么这就是大概率的熊市启动或者熊市进行。那如果再乐观一点，可能还没有进入到熊市，但至少呢它也还有1倍的下跌空间。这是纳指近些年来的一个现象。而我们放大到目前的图表，在昨天的直播当中，阿哲所制定的多空策略也是围绕的价格跌破170天线之后的第1天、第2天这根关键的2号 K 线所制定的。这根 K 线的高点如果被突破，我们的目标位将会爬升到前方的高点。而如果它的低点再次的被跳空或者说大阴跌破，那么我们的目标位将是股价下跌1倍空间。那么这个1倍空间如何计算？就是从股价下行时的首个高点往下，再看到170天线它的一个数值，那么这一个距离计算出来之后，往下再投射1倍空间，大体就是本次下跌当中第一个目标位了。现在我们看的是纳指的日线图表，这一次的下跌已经构成了关键 K 线的破位。那么这一次下跌跟之前的下跌都不太一样，之前的下跌虽然可能跌得更凶，可能时间的更短，那么这种更加恐慌的下跌，但最后它在170天线附近其实是没有跌破的，没有出现有效的跌穿。包括这一次和前面这一次，你会发现170天线它有时候可能会跌穿，但跌穿了1天2天就止跌了，后续呢这根 K 线就被突破了，那么反而呢是做多的好时机。包括这里也是一样的，
170天线跌破的第一天、第二天，它呢也没有被跌破，也是回归，这都是非有效跌破，所以他们还在牛市的进行当中，都是牛市大底做多的好时机。而我们再往前去看，这一波熊市日线大幅下跌的开始，它的头部位置，我们会看到的是它的表现和刚才所看的下跌不一样。这一个位置的回落到170天线附近的时候，这是跌破的第一天，这是跌破的第二天。第二天高点没被突破，低点又快速的被跌破，而且跌破之后呢，还有加速下跌，所以这是对于170天线的有效下跌。而这种有效下跌，我们测量一下前方下跌最后的一个高点和170天线的距离往下投射，大概在2倍的位置，它会有一个有效的支撑。是不是产生了这一波下跌的首次的反弹？但是我们会发现，它这一波反弹之后，并没能够因为跌到了目标位出现止跌就扭转市场的走势。所以市场一旦跌破了我们的170天线有效跌破，那其实后续呢慢慢将会步入到熊市当中。所以我们看到图板在左侧，阿哲也写到，熊市进行时，它不是一开始我们看到这一波股价下跌，一开始跌没几天，你就说牛市结束，熊市开始，肯定不是的。包括目前很多分析师，哪怕不太看好美国的经济，但当下他们也没有100%确认市场进入了熊市。所以熊市呢是跟踪出来的，是形成之后我们去发现的。所以目前是在一个跟踪熊市的过程。那熊市进行时，它一般呢会有3个明显的表现。第一个是170天均线的有效破位，也就是2号 K 线被有效跌破，目前第一个条件是达到了。第二个条件是向下1倍空间也出现破位，没有出现有效的支撑，目前还没有出现在这个支撑位上，所以还有一段观察时间。那第3步呢，已经是相对的晚期了，已经是很明确熊市大概率形成了，就是170天均线下行往下拐头，并且在后续股价上行时出现压力，这是一个很明显的熊市的特征。而当前是刚开始出现170天线的下行拐头。当出现这种特征时呢，对应的位置差不多就是这一段行情走势已经是股价下跌进入到熊市有一段时间，市场反弹不能够突破170天线，市场下跌反弹不能突破170天线。那么举另外的一个个股案例，我们也可以看到 AMD， 那么在170天线上，那么只要没有有效跌破，或跌破之后它有支撑能够重新站上170天线，没有出现压力，它们都不是压力还是支撑，就依旧有希望。但当你发现 AMD 在下跌途中突然出现本来有支撑的170天线发生了破位，破位的第一天、第二天都没能止跌，而后这就是一个熊市进行时的开始。后续的反弹170天线出现了压力，没有出现支撑，而后170天线呢往下拐，所以当前的 AMD 就是提前于市场进入了熊市的序列。那么目前我们的空头策略其实很简单，就是把2号 K 线作为关键的区间，在区间被破位之后，我们看一波下跌的空间是这个低点到前面我们所看到的16895.504。那么这一笔股价的运行当中，除非价格重新回到我们的这一个低点之上，我们可以把之前所看空的仓位有所止损。当完全的价格真的能够以大阳线突破高点之上时，我们再彻底的把这一波波段看空的仓位所止损。当然呢，这一笔向下的走势，我们的仓位一定是比较缓慢的去打进。那比如说昨天大幅低开而后低走，这样的一根有效破位 K 线，可以让你能够有20%的仓位去看空美股市场。那如果股价后面出现上涨，它并不能够有效的突破，比如说阴线的高点，比如说一些压力位，而再次转跌，我们再去实现再次的加仓。不要因为一根阴线的破位，立马大幅仓位的加入。这是在昨天我们直播当中所讲到的一个空方的策略，以及它的2个止损点，就是2号 K 线的低点和高点。股价在这个区间之下，一切呢以看空为主，上涨以反弹为主。那么接下来我们讲一下做空的第2个策略，那么就是防守阴策略。防守阴策略在昨天直播当中我们说过，其实它是传统蜡烛技术当中的叫做倾盆大雨的方法。一根股价的上涨阳线，而后一根股价的下跌阴线，阴线呢是低开低走，而后最后收盘价收在阳线最低之下。如果是上涨行情当中，是有概率成为一种砸盘的现象，反而会成为低点。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纳指的日线图，
那图表当中呢有一些笑脸，它呢就是防守阴出现的一个信号。所以你会看到，在很强势的牛市行情当中，防守阴出现之后，下跌的概率是不如上涨的概率。所以之前我们的防守阴做多策略是找到这种倾盆大雨，找到防守阴，然后高点突破去做多，高点突破去做多。当高点不被突破时呢，就要小心它多头走弱会有风险。但当时我们还没有说过如何去做空的一个问题。比如说像这些位置，一旦出现防守阴，但是高点不能突破，首先它说明多头转弱。而如果市场在上涨途中，高点能够快速的被突破的防守阴线，说明当前的多头是强势的。目前的市场处于一种短线强势行情。所以你会发现在前期这种明显的牛市多头强势的行情下，很多时候这种倾盆大雨，这种看空的信号反而成为低点，它的阴线高点只要被突破，就基本上能够出现看涨行情。所以当时我们用防守阴线做过很多次的突破买进，基本都是成功的。但是在最近你会发现，它的防守阴线不太容易成功，或者说突破之后呢，上涨幅度不多了。像这里开始防守阴不能被突破，像这里呢突破了，但涨得不多。那这一个防守阴呢被突破之后还行，能够上涨。当上一个防守阴不能被突破，这一个防守阴线股价下跌，但高点突破之后没有怎么上涨。包括最近所出现的这2个防守阴线，其实它的高点基本上也没有被突破。所以当防守阴出现了高点不被突破的时候，就说明空方占优而多方走弱。当连续出现时，你就要小心市场可能走出了连续性的空方强势行情。所以防守阴线它有做多的形态，也有做空的形态。那么做多形态目前呢已经不太适用，我们说一下做空的。因为做空的形态可能比较复杂，阿哲呢就讲其中的一点。当防守阴线产生时，最好你确认目前处于空头较强势的市场，最好呢在一些均线之下，或者说股价呢在均线下行的市场，找到空方占优的行情。一旦出现防守阴线，我们有3个做空点。第一个就是防守阴线本来就是空方强势的行情，所以这为第一个做空点，或者说是最小仓位的做空点。而防守阴线之后，价格如果能够再度的第2天立马收盘跌破它的低点，这是第2次的进场空单点。而这一次的仓位呢，可以比上一次要多一点点。那么可以最大仓位去布局的一个点位是，当股价出现防守阴之后产生反弹。我们说过，防守阴线容易出现短期的空方衰竭，所以防守阴的第2天出现反弹的概率是比较大的。这也是为什么防守阴的第2天继续下跌可以去加仓，因为第2天没有反弹，说明空方确实很强，所以可以去买进。那如果后续确实有所反弹呢，那么我们需要看到防守阴再次被跌破低点的时候，可以再次的去大笔的加仓，这是最大的一个加仓买点。我们举一个例子，这一段下跌行情就是刚才我们所讲到的被有效破位熊市进行时的下跌，当时呢是2021年10月份的牛市高点而产生的下跌熊市行情。那么在下跌当中呢，股价已经到了170天均线之下啊，如果你能够加个34天均线会更好啊。股价呢34天均线也整体呢是往下行走的，这个过程当中出现的防守阴线就为做空的一个信号。出现第1天它是防守阴线为最小的做空点，第2天继续下跌破位，那么为第2次的做空点。而破位之后呢，没有出现反穿，那么就不继续加仓。那么价格后续是不是又再次回到了防守阴的低点之上，然后再下穿？那么这些位置会再次的构成做空点。而在做空点附近再次出现防守阴线呢，就依旧按照策略执行。那除非呢在做空的时候防守阴的高点被快速突破，那么这种是做多的形成，那么做空的仓位必然需要止损。我们的止损位就是有一根阳线突破防守阴的高点，像这里呢是不是又是一个防守阴高点？那价格整体还是在一个熊市当中，它呢反弹到了170天线附近，属于高位了。而这时候出现防守阴，是不是第1笔做空仓位？第2天又再次破位为第2笔。那价格呢稍微有所反弹，但没有进入到防守阴之内，所以没有第3笔。我们再继续往下看，这个位置是防守阴线，昨天为阳，今天为阴。好，那么当天呢为一个做空点，高点后续没有被突破，所以没有止损。而价格它的第2天是没有下跌的，而是反弹的，所以它也没有第2笔做空仓位。直到股价反弹没有破防守阴的高点，反而往下去跌破时，它是一个最大的
加仓的空方点。那么后续每次出现防守阴，只要价格的趋势是往下的，34天均线往下，170天均线往下，这是最好的，这是防守阴，高点没有被突破，或者说没有被有效突破。那价格呢，只要按照这个流程去走，我们一般会有3次的加仓点，这是理想状态。正常来讲，可能最后一次最大的仓位是不太容易出现的。像这里呢，只要往上穿再往下跌，往上穿往下跌，都属于最后的一笔仓位。但你要特别小心的就是，当出现了防守阴线的时候，比如说像这一天，它的高点能够被快速突破，开始防守阴高点突破，能够有利润了。这时候的空方开始有所走弱，多方开始变强，是不是像这一个防守阴高点又是被快速突破，它呢又是只有一次做空，做空之后立马要止损。像这一个防守阴也是的，一次做空点2和3都没有，那么高点还被快速突破，所以第一笔仓位你不可能是重仓买进。而如果你发现频繁在某个下跌当中出现防守阴高点被突破，而它不再跌破低点时，就说明空方有所走弱，多方开始走强。所以股价的这一次上涨呢，就是由此而诞生。而到了高位再次出现防守阴线，高点呢没有被突破，170天均线呢又被压制，所以开始依旧保持做空点位。这一天防守阴是不是第二天也是跌破了？后续反弹再次下落，所以这种位置一旦出现防守阴线不能突破，反而有空方利润时，就说明多方走弱，空方走强。而我们看到现在的行情市场，在这一波当边的下跌当中，你会发现防守阴线其实在这一天阴线产生了，股价呢低开低走，收盘比昨天阳线最低要低。像昨天也是股价低开低走，收盘价比昨天阳线最低还低，它是不是也是防守阴线？而目前34天线往下走，170天线也开始往下走，那么这一个位置是不是第一次的做空点？而价格呢没有突破它的高点，所以呢没有达成我们的止损。而后这一天呢也是防守阴线，所以这一天是一个小仓位的做空，它的高点为空单的止损。价格后续如果收盘继续在它的低点之下，为第二次的做空点。而股价如果出现上涨反弹，它只要不突破这根阴线的高点，都是在合理的区间之内，再次下跌破位为一个最大的空单的买进。所以以上就是防守阴的做多和做空模型。那么做空模型，因为现在我们是在视频当中，阿哲呢不方便讲得特别详细，未来有机会在直播当中，我们再去好好的把它的具体条件去进行梳理。关于防守阴的做空模型，它的理想状态就是3笔的空单都能够买进，而我们的止损就是一根防守阴线的 K 线的高点。在稍后我们也会通过防守阴线去观察一下个股标的，如果出现个股上的防守阴，也同样按照这个逻辑去操作，在空方的市场找到3次空单的买进机会。那么以上就是我们的第一部分，关于市场当中的2个做空策略，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老同学听到这里，不要忘记为阿哲的视频点上你的小红心，点一个赞。如果您的时间比较宽裕，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视频底下留下您宝贵的评论，感谢老同学的点赞和评论。那么如果您是新同学，第一次来到阿哲频道收听阿哲视频，那么阿哲呢也希望大家在收听视频的同时，可以点击视频底下的订阅按钮，成为阿哲讲技术频道的粉丝同学。在显示已订阅之后，那么您就是我们的粉丝频道订阅观众了。而后您可以点开全部铃铛，那未来阿哲的每一期公开视频和公开直播，您都可以首先第一时间收到频道的通知。感谢您的订阅支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到第2部分。那么接下来我们讲到第1部分的第2小节，关于空间技术的分析。空间技术分析呢，是关于当天市场多空强弱的博弈的分析。阿哲呢会给到日内的支撑和压力位。这个技术后续在讲解个股时，阿哲呢也会频繁的用到，并且会给到每一只标的在今天日内关键的支撑和压力位，多空怎么去研判。做短线的同学，那么关于这一点可以认真的去观看一下，学习一下。关于空间点位的计算，阿哲呢会在每天美股开盘之前公布在 Telegram 的学习小组当中。如果您是订阅观众，那么记得稍后要去及时的领取今天最新的盘前解析。我们看到左边的这个信息的内容，阿哲一般呢会发布2部分。第一部分呢是有关于阿哲一些技术的主观分析，那第2部分呢就是技术点位，它的日内支撑压力，今天该是多少就是多少，所以它会偏理性，所以它会更加直接、更加客观有效。那么上方呢，阿哲昨天的观点其实跟周日和周一的直播当中讲的是一样的，就是这个位置
是日线的趋势将被破坏，有可能会波及到周线的点位。但一旦方向确认之后呢，不管是多头还是空头，它都会给到重仓去博弈、去交易的机会。当然，在昨天大阴线出现之前，阿哲这里呢还是比较希望能够出现牛市大底的，所以给到的是一个多头的2个白点，可惜防守阴线都没有突破，最后市场走出的是一个熊市空头的交易点位。那么下方的支撑压力究竟怎么去用？其实很简单，市场当中每一个标的，阿哲给到了一个日内的高点和低点。如果假设纳指今天的收盘价在高点18457.39之上，说明当天股价多头强势，日内多方很强。反之，收盘如果跌破了17982.41，说明当天空方很强势。那昨天的价格有突破高点压力吗？是没有的，而是跌破了低点支撑，所以昨天空方强势。那么按照这个逻辑，我们看到右侧的图表，右侧呢是纳指的日线图，在图上K 线底下有一些红绿灯，股价出现了红灯，则说明当天日内收盘价是收在预测低点之下的，空方是很强势的表现。而如果是绿灯呢，说明当天的收盘价收在预测高点之上，所以是一个多方很强势的表现。那像股价这一波下跌是从哪里开始出现空方强势的？是在高位第3根长下影 K 线开始，这一天是一个红灯，说明这一天空方表示很强劲，哪怕是长下影线也是如此。所以价格走势在这一波下跌当中，其实一直都是维持红灯。在红灯之后没有出现绿灯红灯的地方，它说明是惯性下跌，股价还是维持看跌。所以在昨天的这一根 K 线产生之前，其实市场呢是在一个红灯之后惯性下跌的过程。我们看到昨天的观点，在下方写到纳指收盘、特斯拉收盘、英伟达收盘，其实都在维持看跌的一个惯性下跌市场当中。通过红绿灯多空的表示，其实其中只有这一天是一个绿灯，这一天多方才强一点，其他时候都是空方占优。所以目前如果真的要去博弈反弹，真的股价会不会在这里超跌反弹，至少得要先出现一根绿灯 K 线，才有机会延续反弹。如果在绿灯之后立马又转为红灯，则说明绿灯它只是一个诱多，甚至连小反弹都算不上。所以现在我们看到这一个红灯，价格只要还处于红灯以及红灯之后的无色状态，那么就股价还是下跌的，那么空单就依旧不用太过于担心，市场没有任何反转的变化。这是在下跌市场，我们已经在看空的角度去使用红绿灯，就只要是红灯，你的空单就是安全的。而价格什么时候会出现绿灯呢？我们看到今天的预测高低点，今天也就是周二盘中关注17668.20，这个价格如果收盘过去了，说明将会出现一个绿灯，而这个绿灯如果延续，市场将会开始反弹，那么空单将容易被打止损。而下方的支撑位是什么？是17091.95。那么这个价位如果收盘继续跌破，说明空方的力量依旧很强，空单它依旧没有问题，利润呢依旧在产生。而价格如果收盘跌破了这个预测低点，那其实也跌破了防守阴线的低点，那么是2次加仓空单的机会。当然这里要注意，盘中看一下底下1倍空间那个支撑是否有明显的空方进场信号。所以在今天我们要关注这个价位。在每天美股开盘之前，阿哲都会公布，一般呢是香港时间4点半到5点半，反正6点之前一定呢会发，每天盘前都会发。所以如果您是订阅观众，您可以看到阿哲视频底下有一个评论区，而在评论区当中，你可以看到阿哲的置顶评论，是阿哲专门所发的。那么在置顶评论当中有助教老师专门的联系方式，点击其中链接，您可以得到助教老师的 Telegram。而如果您是阿哲的订阅粉丝观众，并且想要每天盘前收到阿哲这一条限时的福利短信，那么您可以给助教老师的 Telegram 当中发送一个口令，叫做盘前，也就是盘前短信、盘前解析的意思。发送过去之后，他就会给您登记报名，那么后续将会给您提供一个限时的服务。所以如果您想要在每天盘前得到这个关键的点位判定，有关纳指、特斯拉、英伟达日内预测高低点的话，那么可以劳烦您呢动动您的小手指，可以点一下评论区链接，找到助教，发送盘前口令即可。同时也要告知各位，如果您是新同学，那么阿哲想要大家在技术分析的学习上能够进步得更快，同时也安排了另外2重福利来帮助各位。那么刚才的盘前解析和点位预测只是在实战当中可以让大家更快速的去进入到这一个
把握机会和风险。而同时，第一份福利还有一个叫粉丝群组，一个学习小组。这个学习小组是阿哲呢把订阅观众当中最热爱学习、最认可技术分析的同学，我们一起呢进行一个交流，进行一个答疑。那么您怎么样才能够成为阿哲所认为的最热爱学习，并且有资格进入到学习小组的同学呢？很简单，您只要能够参加一次的进阶知识内部直播课，学习一次，并且完成一次作业，那么就有机会进入到粉丝群组之内。我们看到本周的一个课表，本周呢，我们会在3月10号到3月14号，也就是本周的周一到周五的时间，会安排5节内部课程，专门针对订阅粉丝观众所开放。您只要能够参加其中的1节课程，完成一次我们课中老师安排的课后作业，那么交给助教老师打分。那么只要助教老师认为您是合格的、学习认真的，那么将会邀请您进入到我们的粉丝学习小组当中。那么希望各位粉丝同学都能够认真学习，完成作业，并且都能加入粉丝学习小组。感谢大家的订阅支持，这是阿哲为大家准备的3份福利。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第2和第3部分，开始要讲解特斯拉、英伟达、SQQQ、Meta、苹果、MSTR、PLTR、博通、谷歌、SMCI 等10只标的的解析。那么其中呢，特斯拉、英伟达、SQQQ 会相对花的时间多一些。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一只个股是特斯拉，看到特斯拉的空间层面，那么回过头莫名其妙的特斯拉昨天就又暴跌了 15%， 从前期 324.24 在这一个点位之前，阿哲呢还是对特斯拉有信心的，所以当时呢我们有去尝试抄底了那么1-2次，但可惜最后还是把 324.20 给跌破了。当时阿哲很明确的告诉大家，如果这个点位跌破，下方 306.34 也撑不住的话，它往下的空间是有点大的，那么至少呢是按50一个台阶往下走。所以会发现的是 306.34 跌破之后，是往下到 367.92 才略微停了一会，但可惜没有出现我们所要的今天收盘大于昨天最高这种强势的大阳线产生，而后继续下跌。目前肯定是有效跌破了 257.34， 那么跌破之后其实距离 208.74 没错的，这一个空间价位下面是 208.74， 针对这个价格其实已经不远了，稍微惯性下跌一会儿也就到了。所以在 208.74 这里看一下有没有机会产生，会不会有一些多方资金在此处去介入。但如果你是之前就已经做空特斯拉，或者说昨天刚开始做空特斯拉的，那么在这个价位附近要小心超跌反弹的产生，这是在空间上你要注意的一个点位 208.74。 你会发现空间点位呢，它虽然不是一落下来就一定会上涨，一定会反转，但至少你会发现一碰到某些关键的价位，它是不是容易产生反弹？市场能不能反转，是不是首先要从反弹开始？如果市场连反弹都不能反弹，那么更不要说反转。所以反转是由反弹而来，如果连反弹都没有，那么就不可能反转。所以在每一个关键支撑上，一旦出现止跌，你要小心反弹的产生，而一旦反弹，你的空单是应该有所减仓获利兑现的。接下来呢，我们说一下资金和动能方面怎么样去分析，这是短线上我们的一个角度。当下我们所看到是特斯拉的一个日线图表，上方是动能 K 线，它的红绿灯和指数刚才所讲的是一样的，红灯代表跌破日内预测低点，绿灯代表突破了日内预测的高点。那么突破产生的绿灯说明多方在那一天是走强的，就好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市场如果出现了下跌，它连反弹都没有，就不可能反转，因为反转是首先由反弹演变的。那么下跌当中也是一样的，一波连续都是红灯的行情，基本不用去操心空单何时止盈，以及它可能会突然反转的事情。它如果要真的止跌，首先会由绿灯产生开始，如果绿灯之后能够持续，才有机会能够出现反弹以及反转。所以股价下跌当中，如果你发现出现绿灯，但是它没有连续，没有持续性，后面很快又是红灯，很快又是红灯，绿灯之后可能没多久又是连续的红灯，那么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下跌反弹的一个序列。绿灯出现，它短，或者说它很快就消失，那么这是一个多方很弱而空方很强的表现。而目前的股价走势是不是前面有2个绿灯，当绿灯之后它只是下跌当中缓跌了一会儿，
而在这一天又是绿灯后的红灯，说明它昨天的绿灯为诱多，继续的空方加速。空方加速之后，下一根 K 线没有颜色，就说明是一个延续下跌。所以红灯之后呢，现在又是红灯。目前的特斯拉空方依旧处于强势的下跌当中。那么这里我们要关注一下今天周二盘中它的预测高点和预测低点是多少？我们看一下它的预测高点是在237.76，这个价格如果被突破，将会产生一个绿灯，那么开始空单将要有所减仓。下跌途中不要一直持有不动。那如果你比较激进，你可以说每出现一次红灯，你去加一点仓位；出现惯性下跌呢就不动了；出现再次红灯呢再去有所增加。等到绿灯开始有所止盈，开始有所减仓。当连续出现绿灯时，就要特别大幅的减仓，而红灯出现后再进行进一步的去买进。只要是红灯，就是空方加强的信号。那么这是一个短线上按红绿灯单纯的去操作。大家要注意的是，阿哲的策略是根据大盘指数的风向去改变的。那么之前我们对大盘指数的风向是牛市当中技术面的调整回调而已，它没有影响到趋势。所以之前呢，我们关注的是绿灯，但现在呢，我们认为它可能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面的回调，那么我们开始以红灯为关注点。所以价格如果目前你持有特斯拉的看空方向，那么237.76一旦收盘过了，出现绿灯就应该有所获利了结，要有所减仓。那么相对的，它的一个低点预测低点是204.390，那这个价位如果收盘跌破，将又是一个红灯，同时跌破了刚才我们所讲到的一个支撑位，那么它将会继续打开下跌空间。所以这是一个再次红灯再次加仓的点位，这是特斯拉动能方面的解析。我们再看到资金层面，资金呢在最近出现了连续资金的流进，但股价其实没有出现有效的上破。因为我们说过，资金流进不代表一定可以去买进，抄底资金不一定就是对的，抄底的人不一定就真的买到低点啊，这是一个关键。股价出现了抄底资金，或者说股价出现资金流进了，那么这一天首根流进为关键的 K 线，它的高点被突破，才能够去看一个延续反弹。像之前这里价格资金流进了，但高点呢没能突破，所以反弹呢都不算。资金再次流出又转为流进的这一天，高点被突破，所以可以看到反弹。当时这里的反弹力度呢是相对 OK 的，因为首根流进，高点被突破了，反弹了一周，那么这一个高点没能突破，依旧呢往下破，所以这里呢没有任何的一个交易信号，资金哪怕流进也不能随便买进。而目前的资金再次的大幅流出，所以从资金上看，目前的特斯拉依旧也是下跌的动能比较强，没有任何呢多方冒头的一个信号。那目前特斯拉就依旧往下看。接下来我们看到英伟达的解析。现在我们所看到是英伟达的空间图表，在空间上，市场跌破了116之后，我们说过它得要站回来116才能够去找做多机会，因为之前就是跌到116止跌，出现了大幅 V 型反转。但这一次呢，往下跌破之后上不来了，上来呢是一根阴线，阴线不为买点，又再次下跌，这是不是一个决策阴线啊？高位也出现了决策的阴线。但是实体被跌破，所以这一波下跌，当时逃顶英伟达就是用的决策阴线。那么下跌上来又来一根决策阴线，虽然是低位啊，但是第二天还是低开低走，所以价格走势它是不是方向还在向下？只是呢下跌来讲，它这里是一个防守的阴线，这一天是低开的，而后收盘价在昨天阳线最低价之下，所以呢它是一个防守阴线，跟指数一样。那策略是什么？这一天是一个空方点。它的高点是空单的止损，它的低点如果今天收盘再次跌破为空方的加仓，股价后续如果能够反弹再跌破，那么就是更大仓位的买进，现在只是一个小仓位的买点。而当前的价格往下回落过程当中，我们当时给到的下一个目标位是什么？跌破116有效破位，空间会扩展到103，那么已经是近在咫尺，很容易就摸到。所以103附近看一下能不能够找到止跌的反弹机会，因为防守阴一旦出现，我们曾经说过，防守阴不管是空方市场、多方市场，它都属于短线上空头宣泄的过于强劲，所以防守阴之后出现反弹的概率是比较大的。如果不反弹，则是再次的空方加仓；如果反弹，那么
看一下反弹的力度能不能突破防守阴的高点。接下来我们再从动能和资金上来看一下英伟达。目前你所看的是英伟达的图表，前期呢是连续的绿灯，连续的上涨，而绿灯之后首根红灯在哪里？是这一天，这一天呢是红灯，红灯之后价格一路下跌，其中呢也有出现绿灯的时候。那么按照我们所说的空方操作策略，是不是红灯为一个空单，那么绿灯呢为一个减仓？那么只要出现红灯就是空单的加码，而出现绿灯就是获利兑现或者说止损。而目前下跌当中呢，只遇到了一次的绿灯，而后红灯是连续性的经常性出现，包括昨天也再次的是一个红灯。所以按照这种操作来讲，空方目前占据绝对的优势。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预测高低点点位。今天的英伟达你要关注它的高点是 109.415， 股价如果收盘在 109.415 之上就是一个绿灯，如果价格收盘在 103.025 之下就是红灯。那么红灯呢为空方的加码，绿灯呢为空方的减仓或者说止盈止损。在资金层面上变化不大，目前依旧处于流出之中，而流进资金不太明显。连续流出之后的流进资金是它的低点继续被跌破，所以依旧呢方向往下。这里的高点如果能被突破才能看反弹，但可惜当时没有突破，所以依旧呢也不是看反弹的地方。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三部分，刚才所讲的是特斯拉和英伟达空间资金动能三个维度，那么下面的几只标的我们会讲一下资金和动能短线的策略，以短线为主去观察。SQQQ 呢，阿哲会再讲一下有关趋势方面怎么去分析。我们先看到第一只标的 SQQQ， 现在我们看到是 SQQQ 的日线图表，上方呢是动能 K 线以及一根170天的均线。我们说在指数上，纳指目前面临多空牛熊的转换，那么在 SQQQ 上其实也有这种特征。之前的这一波下跌，你会发现170天均线如果持续的下行，对于这个标的来讲是不太好的。那么每一次的上涨越靠近170天均线，是不是越容易出现风险，越容易是熊市的高点？那么这几次都是要么碰到170天，要么就不碰到170天，出现了这个风险。包括高位的时候，什么时候风险比较明显？就是170天均线开始，你看这里跌破第一天，跌破第二天还有止跌，这里呢跌破的第一天、第二天后面还继续的暴跌，第二天 K 线呢高点不能突破，低点再次被跌破，是不是从这种位置开始牛熊有所转换？正常来讲，170天哪怕跌破一天、跌破2天，是不是开始也有止跌，也上涨？所以这是无效跌破、有效跌破的变化。当你发现出现了170天有效跌破，就要小心了。股价的投射这里到这里大概2倍左右空间，如果跌到了反弹力度够强，还能站得到170天线之上，并且不再有效跌破，还有机会再走一波甚至呢新高。但如果你发现的是价格跌破170均线有效，后面上涨它都站不了170天线，并且这一条均线还往下拐了，这个时候熊市就越来越明显。所以后续的股价走势是不是均线往下走，而股价在它之下，并且每次反弹都站不上去，碰不都碰不到，所以这是一个熊市进行时我们是跟踪出来的。那每一次反弹到这一个线附近是不是要小心？关注有效突破也是看2天。那看到最近的股价变化，什么时候算第一天突破？这个位置算第一天，因为它收盘涨上去了1天，涨上去1天，第二天跌破这不算啊，先突破1天，而后收盘再涨上1天，那这里呢再次突破，说明这个动能足以让它有效突破170天均线。那如果已经构成有效突破，那么这个均线呢将是一个支撑。如果 SQQQ 能够在后续来一次回踩不破，那么将会更加明确的是指数的熊市环境和 SQQQ 的牛市结构的雏形。那目前我们看到这个走势，它的价格是不是底下是连续的绿灯，基本没有红灯，到这里有红灯了，碰到170线有压力有红灯，那这里呢就开始减仓是没有问题的。而后我们看到红灯的第二天立马转绿灯，它呢其实和绿灯之后立马转红灯的意思差不多，只是相反。红灯后立马转绿灯，则说明昨天的下跌大概率为砸盘，
为骗线行为，那么绿灯呢反而是再次的买点。现在又是一个绿灯，底下资金呢也再次流进，那你要关注一下什么时候有红灯产生，才有可能发生调整。如果连红灯都没有，那么这种力度是不足以让空方去担心的。所以我们要知道的是，目前的预测低点在哪里？周二的预测低点我们可以看到 37.25， 价格收盘如果跌破这个点，那么将是上涨当中又一次红灯。红灯产生则说明开始空方要获利兑现，以及空方呢至少要有所减仓，等待再一次的绿灯再去加仓。而我们的高点也就是绿灯的产生会在股价收盘突破 40.479 之后出现再一次的绿灯，这是 SQQQ 在动能和趋势上的解析。资金上呢依旧表示很是强劲，又再次的是大幅的流进，所以资金上目前没有异动，我们就先不做过多的解释。下一只标的我们看到 Meta， 那么在指数走熊，那么在指数呢有可能走的不是一个牛市调整的过程当中，我们在选择个股做空时，或者说指数之外的做空标的时，有一个标准大家要注意，就是你最好不要找当前比较砍跌的个股，就是不要找目前短线还属于多方比较强势的个股。那么一个标准就是170天线它当前被破坏了没有。如果你发现像 Meta 这种，虽然它的多头它没有给出一个特别好的上涨，没有反弹，但是它整体下跌是不是比指数要砍跌许多？而整体结构是好的，所以之前在做多时，我们是不是有考虑这种因素？那目前的下跌，不管是标普还是纳指，像这一个170天线都已经跌破，那么像 Meta 还在这条线上一个相对比较好的趋势，那么像这种比较强势的结构表示、趋势表示，它都还没有进入到熊市的一个进行当中，那是不是这种个股它就不太适合你作为一个空方的标的？那类似于特斯拉为什么走的比较偏熊？那是因为它早在之前指数破位之前，它就已经出现有效的破位。破位第一天、第二天的高点没有突破，低点反而被跌破，所以这里开始是不是比指数提前进入了一个熊市的表现？我们再看回到 Meta， 那从动能上来看，当下虽然依旧保持下跌，但它底下呢是没有红灯的。指数像特斯拉、英伟达还保持在红灯当中，但像 Meta 其实这个下跌更是惯性下跌，在这一天绿灯转红灯之后，股价是一个延续的惯性，但是没有出现红灯，而且距离这个170天线是比较靠近的，很容易受到此线的支撑。那么现在我们再看到它的预测高低点，今天的日内预测高点压力是 604.048， 股价收盘在此之上会走为一个绿灯，价格多头开始再次变强。而如果股价收盘跌破预测低点 580.812， 那么市场将会出现红灯，那么这里将是再次的风险。如果红灯出现，那么同时一根阴线跌破这一个170天线，那么后续可以关注为空方做空的一个选择标的。资金上最近是连续的流出，而且有加大的迹象，不过目前没有关键 K 线的产生。我们再看到苹果的走势和 Meta 其实之前也是一样的，只是它比 Meta 能弱一点点，但比大部分个股还是比较强的。整体的170天线目前依旧在上涨当中，只是它在这根线附近呢出现的是一个徘徊，之前是有支撑，那这一次能不能有支撑呢就不一定了。这一次在170天线附近出现了反手阴线，是不是低开低走，收盘在昨天最低之下，并且这一天是红灯 K 线，价格还跌破了170天的均线。我们说跌破第一天它是一个确认，那是否能确认有效跌破呢？要看第二天的 K 线。第二天 K 线一般如果不是有效跌破，那会像之前一样，这一天是跌破，第二天呢就有多方开始冒头。所以苹果看一下今天，那如果它这170天线不是有效跌破，那今天大概率呢会有阳线产生，甚至后续会有反弹产生。那如果在第二根 K 线的低点还继续下跌，那么也可以确认为它也是有效破位170天线。那后续呢再观察是否有做空的机会。那价格的这波下跌当中，资金是不是不断流出的？不断流出的资金，这一天虽然说高点在其后被突破，但很明显这突破不能算是有效，因为第二天立马是反手阴线，它的低点也立刻被跌破，同时也跌破了170天线，所以这里不是低点的概率是更大的。
这里不是低点变盘，所以价格呢更容易是延续下跌。在动能 K 线上，我们看一下今天周二盘中关注高点压力是 231.82， 低点的支撑是 219.88， 那么这是红绿灯容易产生的位置，收盘价站在其中一个之上就会产生红绿灯。接下来我们看到 MSTR 在前期我们说变盘上涨，它出现了一个反弹，那么这一波反弹后的回调力度有点超过了正常的一个回调幅度。在这一波上涨当中，是不是出现了三阳小顶，而后高点被跌破？曾经呢，这里是一个上穿，所以它也是个高点的压力变盘。我们说它要持续上涨，它得要去收阳突破才行，但可惜没有，反而走出了回落。而这个回落跌破三阳小顶之后的力度还很强，再次把170天线给跌破了。所以 MSTR 呢，依旧只能看个反弹。价格下跌之后的上穿，这一天有压力，并且后续有明显下跌，所以这是一个确定性的高点变盘。MSTR 呢，现在也进入到了一个选择当中，这是第一天的跌破，那么接下来会是第二天的 K 线，第二天的 K 线为关键性的 K 线，那么这一天我们去看一下后续是被持续性的跌破，还是能有反弹产生。基本上今天如果保持下跌，那么市场的资金将会出现下穿零轴，一旦下穿将会是回调下跌当中的一个变盘点，所以大概率今天周二 MSTR 就是一个关键的变盘 K 线，那一根 K 线的低点如果被跌破，那将说明 MSTR 还得继续的下落。如果周二的 K 线高点被突破，将会是再次的变盘低点。同时我们再看到动能上的研判，昨天的下跌是一个红灯，这一天是绿灯，后面上涨因为多空当中的博弈，它只有特别强势才会出现红灯，所以高点不一定能够用红绿灯卖出。所以有时候价格的上涨下跌，你要通过其他阿哲所教的模型去看一下，这一波上涨可以绿灯买进，而后三阳小顶记得去获利兑现。在下跌之后，这里又是一个红灯，那么下一个交易日如果能再次转为绿灯，那是不是说明红灯为砸盘？所以今天高点的预测是 255.635， 价格收盘在此之上，说明会是一个绿灯，那个时候反而是再次的买点，不过这可能性相对低了一些。它的预测低点，它的支撑日内是 215.255， 股价收盘在此之上，那么就还属于惯性下跌，在此之下说明空方依旧很强势，那么大概率170天线是有效跌破。现在我们看到 PLTR 它比较特别，它出现了一个连续的红绿灯的转换。像 PLTR 呢比较特别，它最近出现了一个连续的红绿灯转换，这种红绿灯转换其实是一种变盘的信号。像之前为什么 MSTR 我们说看低点变盘上涨，就是因为出现了红绿灯3天时间轮流的转换，它的多空是在这3天之内剧烈的一个交易，剧烈的博弈。那么变盘方向怎么看呢？就看下一根 K 线，如果能够收涨，我们认为低点变盘看涨的概率会大大增加。而 MSTR 曾经在高位的时候，这里出现了连续的红绿灯转换，然后冲高回落，像这里也是红绿灯转换之后是下跌的，所以这两次变盘都是高点，都是看空的。我们再回到 PLTR， 你就明白了，在红绿灯转换当中，目前 PLTR 离底下107天均线还比较远，而后红绿灯转换之后的那一根 K 线将是一个方向性 K 线，如果是下跌，那么则容易看空；如果是上涨，则方向容易变盘向上。这里要注意，如果是低开高走明显的假阳线，也算是能够看涨的一个低点变盘。如果是冲高回落、高开低走的一个阴线，那么也容易构成高点变盘。所以当下的 PLTR 我们先以此去观察，主要是变盘区间，所以影响呢会大一点。而后我们看到 ABGO 博通的走势就是出现了，也是连续的转换颜色，它也是呢在170天附近还没有构成有效的跌破。所以刚才我们所看到的像 PLTR、像博通以及 MSTR、苹果 Meta 都属于在行情当中，它不算是特别合适于做空的啊，还不如呢你去看一下 SQQQ 亦或者是指数的空方，因为像这种个股它都比其他的个股要砍跌，因为像这些个股呢都是阿哲之前在以做多的角度去寻找的，所以呢都是找一些比较抗跌的。大家如果要去寻找，最好找的是
170天线之下红灯产生的个股标的。目前的博通呢就出现了红灯、绿灯、红灯，所以下一根 K 线你要看一下，如果是保持下跌，那么方向更多的是下跌，这是高点变盘的概率；方向上涨则低点变盘，我们认为可以看涨。所以在周二这一天涨跌会比较重要，比较影响。那么这里呢有一个小小的提问，就是这2根 K 线它是否为反手阴线？如果是的话，你可以回复个 yes； 不是的话，可以回复一个 no。就目前所出现的博通的这一天是否为防守阴线？谷歌的走势就属于对170天线已经产生了有效的一个跌破，因为价格在下跌途中这是连续的红灯，红灯下跌反弹到170天线，170天线呢慢慢的由向上转为走平，然后向下有所压力，再往下跳空。昨天呢是绿灯，今天是红灯，说明昨天的上涨为反弹，为诱多，所以这一天的红灯产生，一般方向后续容易看下。稍微有点不一样的看法的是下方的资金，因为资金在走势运动当中，我们认为股价上穿时呢容易是高点变盘，股价下穿时容易是低点变盘。所以像这一天上穿，是不是这个位置上影线构成了一个高点压力，没能突破，出现回落？而这一天又刚好是下穿，有一个下影线在前低附近，所以这个地方的谷歌出现震荡的可能性也比较大，因为这个位置下穿它容易是低点变盘，如果它的低点再次能够被跌穿，那是一个做空的好时机。这里是谷歌的看法，就谷歌昨天周一的 K 线，如果低点能被收盘跌破，将是做空的好时机。同样的，它是不是一个防守阴线？没错吧，它是。所以这个位置如果是防守阴，那么正常它短线容易反弹，反弹力度不够的话，那么再次下跌，我们认为这一个 K 线的低点一旦跌破，是不错的谷歌的看空的时机。最后我们看到 SMCI 呢其实是比较长时间处于170天线之下，那么现在把170天线呢放上来之后，你会发现它其实只是一个反弹为主。反弹过程当中是不是关注突破的第一天和第二天？第一天是谁？第一天是它，第二天是它。在突破170天后的第二天，它没能维持向上的突破，而是下跌破位，所以这里170天并不是有效突破。所以当前的 SMCI 呢，它和 AMD 一样，是处于一个空方的序列，所以它呢可以作为一个纳指下跌我们要去看空的一个标的，只是目前有没有看空点，我们需要来看一下。前面这里呢是一个防守阴线，防守阴线产生的第一天是不是为最小的空方的单位？而出现了防守阴的空方单位第一笔之后，是不是出现了反弹？它没有继续下跌，所以你没有第二次的卖出机会，它没有第二笔的空方机会。那么反弹过程当中一直没有突破防守阴的高点，那么现在就等什么？跌破防守阴低点，继续的加空单，或者说突破防守阴的高点，我们要注意了，空单要止损。所以往下破这根 K 线，则是最大的一笔空单的买进点。如果在跌破破位的时候能够顺便出现红灯 K 线，将会更好。所以这里我们关注一下底下的低点支撑是 34.715， 高点的压力会在 38.175。 那么这两个价位我们看一下收盘是突破还是跌破呢？一旦跌破，将是红灯再加做空的信号。以上是3月11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美股熊出没，牛市好像真的没了。那是否真的牛结束了，熊来了？那么我们需要看一下往下下跌的第一目标位16895是否能够有效支撑，以及后续熊市进行时它的一些特征能不能够一一对应，一一符合。如果真的出现熊市进行时，那么我们要注意了，后续主要以空方做空为主。这是今天的视频内容，感谢大家的观看，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